有消息称，中国大型拖船驶向仁爱礁附近待命。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这就有可能是我们要果断出手，清理一下菲律宾那条坐滩20多年的老登陆舰了。咱们把旧账清一下，敲打一下菲律宾。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外媒有消息说说5月11号的时候，根据 AIS 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数据显示呢，中国的大型拖船19016号已经在仁爱礁附近待命了。这是一条比较大的拖船有60米长9米来宽，托运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呢，就在它的旁边还有了中国的大型渔船也在那里待命。那外媒就分析呢，中国的现在这个做法就是针对菲律宾的那条老赖船就是那条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它是1944年美国生产的542型坦克登陆舰，后来不就给了菲律宾了嘛1999年的时候他就去冲这个仁爱礁的这个沙滩，然后坐滩在上面，说我这船坏在这边了，然后呢就扎根在那儿，就变成老赖了这么多年来各方面的腐蚀也挺厉害的，但是他们一直派驻在那边，这其实就是在宣示他所谓对仁爱礁要拥有主权嘛。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是在控制着这个事态，要拖早已就把它拖走了。但是这个事当时呢，整个形势还没有那么迫切，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个果断的手段把它搞掉。况且留着这么一个船在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也是能够刺激一下菲律宾。如果在什么时候看菲律宾那边表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拿这个事儿刺激它也可以。因为这个仁爱礁摆在那边，它跑不了。那这条船在上面，你最多是给我添一点这个比较烦人的事情，但这件烦人的事情对你菲律宾来说，何尝也不是一个烦人的事情呢？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呢，就是控制在一定的事态摆在那边。不过呢，这些年我们这也控制的比较紧。比如说吧，你要在上面进行补给，因为它上面有人嘛，有他的士兵住在上面嘛。那你要进行补给的话，出于人道主义，我可以让你补给，但是你别想在这边再运装修材料去加固。以前呢，我们的海警船还有海上执法力量呢，多次就监控这个事情。你要是去运材料加固，我就把你拦下来；如果你要是补给的话呢，按照正常的数量允许你补给一下。这个消息如果是属实的话，那就说明现在整个南海以及我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事态正在发生变化。第一呢，咱们这么做肯定是维护我们的主权，主权有争议，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但是有些事情你做得过分了，那我就要把这个旧账给你清算掉。咱们把旧账清好了，轻装上阵，咱们往后边再谈咱后边该谈的事情。第二呢，我们是要警告一下菲律宾。菲律宾现在玩的有点过火了，它和美国是越走越近。你说你中美的之间搞平衡，两边获获利益，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搞这个提供基地给美国是干什么呀？这不就是协助美国直接去针对台海问题去搞这种军事上的围堵吗？你在中间帮这个手，那你玩过火了，我是要警告你一下。第三一个，我们看现在南海行为准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很可能在今年就要签下来这个事情。而且菲律宾也在5月10号的东盟峰会上也提出了要尽快的推进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事情，这也是东盟各个国家共同的一个期望也希望这个事尽快办了。那么菲律宾在这个时候呢，最近又加强对这个仁爱礁这条船上这个马德雷山号的这个补给，那很明显他是要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事情宣示一下，然后呢，他要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之中，要在最后这个环节再多捞一些筹码，这个不行，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控制住。现在这个消息呢，是否属实还有待证实。不过呢，这个消息里边好像没有听到有我们中国海警这个力量的存在说明如果我们真要拖他那个坦克船那个老赖的话，应该有我们的行政执法力量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拖船如果真的是派到了那边去呢，这其实呢也是做出一个压制性的事态要警告一下你菲律宾，当然你同时也给你留一个空间，如果你有所调整有所好的表现的话，那我们可以接着谈这些事情。